骑车，我总是看着前方努力踩踏，因此即使是同一条路线，顺走逆走所见大不相同，环岛也是如此。已经逆时针环过岛的我们，这次要以顺时针方向拜访一年365天，在台湾市集点日夜为人们指引方向的灯塔。除了要在汗水中赞赏美丽台湾，也要在踏板律动中感受它迷人的轮廓。这次的行程安排在春节8天假期，我们计划由台北出发，第一天拜访极北的富贵角灯塔和极东的三雕角灯塔，然后前往宜兰。第二天由宜兰出发，经苏花公路到花莲。第三天由花莲经花东海岸公路到台东。第四天由台东经鹅銮鼻到恒春，途中拜访极南的鹅銮鼻灯塔。4天完成台湾东部后，第5天由恒春骑往台南。第6天由台南前往七股，到台湾极西的国圣灯塔后，我们将连着3天沿着西部滨海北上，全程共计1157公里。这是一次丰富且具挑战的行程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早安，我们要再度出发喽！这一次要挑战的是台湾市集点顺时针环岛，加油！好，走，出发。和平哦。这个是重阳桥，我们会沿着淡水河，然后绕出去，走北海岸。出发后第一站，我们来到关渡宫。天刚亮，寂静中清香缭绕，沉浸了我忐忑的心情。有妈祖的保佑，这次的行程一定平安顺利。这是随身的平安符，保佑我们这一次环岛成功。这里是淡水渡船头，几天后我们环岛回来，会在对面。离开淡水渡船头，开始进入公路。虽然今天的路程不短，但我们用愉悦的心情面对第一天的挑战。加油！前面就是富贵角了，前面就是富贵角，看到了啊！加油加油！第一个极点快到了哦。
贵角灯塔，在基隆遇见2位90后的年轻环岛路客。由于一样是热爱单车，有共通的语言与相同的话题，因此就由我们充当一日导游，带着他们骑访极东的三貂角灯塔，并一同骑往宜兰。嗨，右转。棒哦，真的好棒哦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天黑前终于赶到台湾极东三貂角灯塔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离开三貂角后，在星空下抵达宜兰。告别2位车友，我们入住旅店，为明日的行程养精蓄锐。第一天就2个灯塔入袋，很兴奋。明天要第一次顺骑苏花，希望一路平安抵达花莲。嗨，早安！今天是除夕，我们要走苏花，那可能会碰到返乡的车潮，那我们会很小心，加油！离开旅店，我们由滨海公路骑往苏澳，途中很幸运地遇到美丽的日出，似乎预告今天会有好收获。公路，加油！今天是除夕，原本担心会有返乡车潮，进入苏花后可能来得早，加上大车有管制。因此车辆并不算多，使得这个惊险万分的路线变得相对顺畅好骑，让我们赚得愉悦的一天。这里是分享渔港，今天很漂亮哦。
前跟着返乡的旅人离开苏花，进入花莲，生平第一次在东部过年，心里虽然惦记着家里，但也乐于因环岛而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在外地过一个不一样的年。除夕夜，除了超商，几乎没有餐厅营业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老板是新住民的小吃店，这些就是我们的年夜饭，很特别吧？新年快乐！这里是回蓝湾，那边是海岸山脉头。我们今天要从海岸山脉头骑到海岸山脉尾，到台东，加油！好啦，新年快乐了，好，拜拜，刘先生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。春节期间住的地方不好找，因此今晚的住宿点与前2晚一样，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我们预定的住宿点是在台东市，也就是说，今天要由花莲直奔台东。今天的路线相较昨天的苏花是长距离的移动，要沿着台湾东侧太平洋岸边的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向南骑到台东。我不求好天气，但求一路顺风，让我能在耗尽体力之前抵达台东，为明日造访极南做好准备。13个小时的长途骑乘，终于在夜幕低垂时刻抵达台东。简单梳洗后，在旅店旁的餐厅庆祝今天的行程达标。明天就要造访台湾极南的鹅銮鼻灯塔，心中还是很雀跃的。虽然路程难度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但相信做好准备，我们一定可以顺利完成的，加油！早，尾灯开一下。今天，早安。今天我们要走哪边？我们这里是台东，嗯，那
待会就要先爬寿卡，然后续海，然后要到垦丁，要到垦丁可能会很晚，加油！今天是年初2，目标是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。因为气象预报明天会变天，恒春半岛可能会有落山风。为了安全，离开鹅銮鼻灯塔后要尽可能的往北骑，因此今晚的住宿点就安排在恒春。台东到恒春大约160多公里，今天要有夜骑的准备。仔细的检查过单车及灯具后，我们以愉悦的心情迎向今日的挑战。一早，南回公路车就不少了。快到太麻里前，在华园海湾旁的桥上稍作休息，欣赏美丽的海景。心里正在想着，若这时刚好有火车经过，该有多好。没想到心想事成，几分钟后，一列火车正好由太麻里方向驶向台东。惊喜之余，我举起手来和火车打招呼，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继续向南行。带着暖意的微风中，离开海岸，开始入山。很快的抵达寿卡后，稍作休息，然后继续下滑往续海。太棒了，这边都没车，车少多了哈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过了寿卡，一直到续海以及之后的台26，是我们最喜欢的有山有海的超美路线。虽然这时没有阳光，少了蓝天白云与湛蓝的海水，但仍不减我们对这里的喜爱。好赞哦！享受过这无比舒畅的路段后，再度入山。经过一番的努力，终于在入夜前来到台湾最南端。等一下，好，开始。耶！今天的目标达成，台湾的最南端鹅銮鼻灯塔。耶！造访极南的鹅銮鼻灯塔后，继续夜骑。最后终于抵达设定的过夜点恒春。明天希望能在起风前就能骑到高雄，如果顺利，晚上就住到台南，这样才有充裕的时间拜访第4个极点国圣灯塔。以4天骑完东部，虽然体力上已经有些疲惫，但随着完成4极点的目标越来越近，心中还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。
一早起来，几乎万里无云，很难相信下午会变天。但再怎样，该骑的路还是不能耽搁。先在街上吃个道地的早餐，养足一天的活力，然后出发。在地的早餐，一早就很多人。它的馒头是很道地的那种馒头。来，好特别的早餐。馒头真的好好吃。今天的目标是台南，由于早上艳阳高照且尚未起风，因此要顺利骑到台南应该不难。在不用赶路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一路吃吃喝喝，玩乐到台南吧。八卦。好风险，可以。这个是台东访寮的黑珍珠，很甜。它的刨冰，还有雪花冰。好，我要刨冰。来，是选5种配料啊。到了台南，因为没有预定，所以找不到平价的住宿点。一番折腾后，终于找到我们曾经入住的旅店，老板愿意将他的 VIP 让给我们过夜。幸运的不用流落街头，明天的极西国圣灯塔没问题咯。早安，这里是台南市，目前的时间6点整。那我们今天要到台湾极西国圣灯塔，那可能有5级的强风，臭爱蛋，加油！走了。
才61啊，从巴黎过来那条啊。台湾极西7.47公里，加油！哇，好大的风哦！骑不动了啊！看到了，国圣灯塔，加油加油！哇，风好大哦！哇，骑不动了。你看，我们都已经放到最轻档了，加油加油！完成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极点，心情非常的激动，也很高兴。似乎挑战已经结束，可以回家了。但现实可不是如此。面对北上的行程，可能都是逆风，我们只能勇敢面对考验。以目前的风速来看，原本沿台17往北的计划，需要调整往靠内陆一点的台19北上。除了看看是否有机会风不要那么大之外，也可以在沿路多品尝些在地好味道。因为这些乡镇，如果不是因为单车环岛，我是不会有机会来的。开机，像你动我就落进去啊！来打招呼，新年快乐！你也当个面先做好食。好嘞好，谢谢你哦。这倒位？这破住。破住啊。破住。对呀，我那是无开大家哈，我们也不会进来这边，然后吃到当地的美食，真的哦。有当时要去西南嘛，捌去过的所在哈。啊对。对。真的是这样。临近嘞，临近都差不多很多地方都去了嘛。差不多拢去过啊。有吗？有。我的公看嘛。很小的地方也去了吗？去了。是哦。我们下营呢？下营经过过。对啊。啊，两个用词拢同安呢。虽然改走台19，北风还是毫不留情地扑面而来，加上连日长距离的骑乘，我的体力已经顿减，速度也出不来，只能认命地骑到北港就好，剩下的明天再说吧。好。我的假期只剩2天，但离家至少还有270几公里。如果没有逆风，2天骑这样的里程并不难。但很不幸的，往后2天预报不只是吹北风，而且风速更胜于昨日。因此，骑回家是比完成市集点更艰辛的挑战。我们昨天晚上就是住在这边。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由这边出发北上，那不敢祈求一路顺风，只希望风能小一点。加油！考虑里程及住宿方便，
低标是骑到大甲或苑里，最理想的是能骑到竹南。拟定好计划后，依照惯例，先找道地的早餐，填饱我们的胃，让我们暂时忘记逆风骑车的痛苦。这个叫做煎桂嘛哈。那个啦，煎盘桂。煎盘桂。那这里面有香肠，然后还有这个大肠，然后还有这个桂，还有米肠。还有米肠，对，还有米肠。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云林人道地的口味啊。煎盘果、煎盘粿、煎盘粿。煎盘桂。较早是乌铁盘啊有。听有无？我知，我知。乌铁盘啊。啊，那种乌铁盘啊，你煎的叫煎煎种。我了解。刚刚菜头粿，这个是这个是无人菜头，无米粿。米粿。没有加菜头。无菜头的粿啊。所以我们在煎，我们一般都是纯米的粿了哈。哦。原始的味道。对，我一吃我就觉得哦，那个酱好好吃哦，那个酱真的好好吃。比较特别啦。对，很好吃。这边做的比较跟别地方不一样。所以这是这边的这个特产啊，道地小吃。我们北港道地。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很好吃。谢谢。米刷狗加蛋。米刷狗加蛋。好特别啊！这是北港的道地早餐。今天的风比昨天更强大，而且气温更低。我们抵达大甲时，天色已晚，也精疲力尽了，因此决定住下来，剩下的就留给明天了。依旧是强风，依旧是低温。呼啸声中，我低下身，努力踩踏。我们今天挑战的是回家的路。这8天的环岛骑程，有顺风，有逆风，就像你我的人生道路一样。顺风时，愉悦地往前行；逆风时，更要勇敢面对，努力不懈。人家说，
台湾人一生至少要环1次岛。我觉得环几次都好，最重要的是换个方向，有甘有苦，让生命变得不一样。愿祝各位车友都有精彩的单车环岛行。